苏家上下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威远将军苏怀远通敌叛国，致我大晋30万将士覆没于北境，罪证确凿，本当满门抄斩。念罪臣苏毅与昭华公主结立3载，公主乃皇家血脉，且有孕在身，特赦苏家死罪，全族流放儋州，永世不得返京。钦此。苏家世代忠良，我父战死沙场，怎么可能通敌叛国？苏少将军，圣意已决，识趣的就老老实实上路。罪臣苏氏接旨。叛国贼，还我儿子命来！他一个小姑娘家你也下手！你苏家通敌叛国，30万将士的命就是你苏家欠的。要不是走运娶了公主，你全家脑袋早搬家了，还敢在老子面前横！吃吧，今天就这些，急什么？跟狗一样！我们是朝廷流放的犯人，不是你的牲口！犯人！你苏家通敌叛国，害死我们村6条人命。知道儋州是什么地方吗？瘴气遍地，蛇虫鼠蚁，连口干净水都没有。100年了，流放过去的人没一个活着回来。你们苏家就等着烂在那儿吧！别打了，婉婉，是他自己掉下去的，与我无关。我不是在过马路吗？那辆闯红灯的卡车，这是哪儿？这身衣服，难道我穿越了？不行，不能死在这儿。我苏婉，现代农学博士，野外生存教练，死在古代的海里，太窝囊了。这个身体的家人还在船上，既然老天让我来了，那就好好活着。哥，拉我！快来人，拉他上来！坏丫头，老天保佑！姐，儋州，我岂不是可以回家了？都给我滚下去！这儿就是儋州了。等等，至少告诉我们哪里有水源。不知道，反正你们也活不过3个月。完了，这破地方鸟不拉屎。老的走不动，小的干不了活，留着等死吗？不如趁早把他们丢到山里去！不要丢祖母！谁敢动他们？苏婉，你挡什么？老的走不动，小的干不了活，留着白吃粮食。二婶，这草你认识吗？不就是野草吗？洗洗煮煮就能吃，饿都快饿死了，哪那么多讲究？这叫瘴草，枝叶剧毒，遍地都是。你刚才要是真煮了吃，现在已经和这虫子一样了。我从小跟着父亲读书，杂书看了不少。这岛上什么能吃，什么有毒，哪里有水，我比你们清楚。二婶，你说老人走不动，孩子干不了活，那我问你，你会认草药吗？你会找水源吗？你知道怎么在这种地方活下去吗？不会，你什么都不会。今天你丢老人孩子，明天别人觉得你没用，是不是也该把你丢了？哥，
嫂嫂在京城等你，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。你要是死在这儿，他怎么办？那孩子怎么办？我说一遍，我能带全家活下去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从今天起，谁都不许丢下任何人，谁敢弃老弱，我先弃谁，我说了算。不服的，现在就走。我听你的。老婆子也听婉丫头的。今晚先找地方过夜，明天找水。水有毒！让他把水吐出来。这水不是毒，是寄生虫和腐物，喝下去轻则腹泻，重则要命。以后谁都不许喝这种水。说的轻巧，不喝这个喝什么？你能变出干净水来？我去找水。就你，这荒岛上要有水，早被人发现了。3天后你就知道了。婉婉，你在找什么？你看这片灌木，这儿旱了这么久，别的地方寸草不生，这片灌木叶子却还是绿的。底下有水。对，灌木的根扎得很深，它们能活着，底下一定有水源。就是这里。就凭这点湿印子，我确定。回去召集人手，明天全族出动，开挖。万一挖不出来呢？挖不出来，我们就全死在这儿；挖出来，我们就能活。你选哪个？那就挖。挖了3天了，连个屁都没冒出来。我早说了，大小姐就是在做梦。我看大小姐不是在找水，是在给咱们挖坟呢。婉婉，真的有水吗？要不换个地方？有水，就在下面，再挖2尺。耳朵贴着土就能听见水？祖母，水，有水了！老天爷没有绝我苏家。能喝，是干净的地下水。你怎么知道这底下有水？我在这片地上走了3天，哪里有水，哪里能种粮，全摸清楚了。水的问题解决了，接下来找能种地的土。怎么样，能种吗？土太瘦了，沙多肥少，一捏就散，留不住水。种子种下去，十有8九长不出东西来。那可怎么办？好不容易找到水，要是种不出粮食，还是得饿死啊！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们看那边枯叶、腐土，还有烧完的草木灰，这些东西混进沙地里，能让土变肥。我亲眼见过，边关从前的老兵就是这么干的，我亲眼见过。姐，这样土就能变肥了吗？对，这些腐叶和草灰会慢慢化在土里，给土地增加养分。等过几天，这块地就能种东西了。婉婉，你怎么什么都懂？我从小跟你一起长大，怎么从来不知道你还懂这些？以前是大小姐，不用操心这些，现在不一样了，不学就得死。落水那一回，我想明白了很多事。
也是，人被逼到绝路上，什么都能学会。婉丫头，你这几天做的事情，祖母都看在眼里。你爹要是还在，一定会很欣慰。女儿家又怎样？你比那些儿郎强多了。祖母，我不会让苏家人死在这儿，我们一定能回去，一定能沉冤昭取。祖母信你。土地改好了，但没有种子；土地整好了，水源也有了，但我们还差最重要的东西——种子。没有种子，地整得再好也是白搭。大小姐，我们被流放的时候，什么都没能带出来呀。家里的粮种、菜种全被官府抄没了。是啊，这荒岛上连棵像样的庄稼都没有，哪儿来的种子？哥，我记得嫂嫂临行前曾经给你塞过一个小包袱，让你一定要贴身收好，你还留着吗？公主确实给了我一个小布包，让我贴身收着，说里面是保命的东西。流放路上那么乱，我一直没敢打开。现在打开。这是我从宫里偷偷带出来的稻种和菜种。我不知道儋州是什么样的地方，但我想，有种子，就有活下去的希望。等你回来，昭华。17粒稻种，9粒菜种，不多，但够了。只要小心伺候，第一茬留种，第二茬就能有余粮。这些种子是嫂嫂拼了命从宫里带出来，从现在起，这些种子就是我们的命。第一茬收成1粒都不许吃，全部留种；第二茬收成才能分粮。谁敢糟蹋1粒种子，我亲手处置，绝不容情。大哥，嫂嫂好厉害啊！你嫂嫂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。等我们回京城，就能见到她了。姐，他们会发芽吗？会的，只要我们好好照顾它们，给它们水喝，给它们阳光，它们就会发芽，会长大，会结出粮食来。那我们就不会饿肚子了。对，不会饿肚子了。老天爷保佑，让这些种子发芽吧。接下来呢？等，种子发芽需要时间。这段时间，我们还有2件事要做。哪2件事？看到那片云了吗？雨季要来了，我们得在它来之前，把房子建起来。明白。第2件呢？哥，你是刑警出身，带过兵，练过武，我想让你教族里的年轻人一些防身的本事。你在担心什么？我们在这荒岛上还能有什么危险？儋州是流放之地，来的不只有我们，还有别的流放犯、逃亡的匪土，甚至可能有野兽。我们总不能永远靠运气活着。行，
我来安排。时间不多了，明天开始砍树、搭房。凭什么我也要干这种粗活？苏安，你要是比不过一个姑娘家，今晚的饭就别吃了。这是真正的房子了。姐，我们有家了，真正的家。雨妖来了！所有人进屋，快！姐，房子不会塌吧？不会，这房子是我们一根一根木头搭起来的，结实着呢。放心睡吧。姐，雨停了。发芽了。小苗苗，快快长大，长大了就有米饭吃了。照这个长势，再过2个月，第一茬就能收了。不过第一茬要全部留种。哟，哪儿来的野人，敢在老子钱老三的地盘上种地？我们是朝廷流放到儋州的苏家人，这片地是我们开荒的。流放犯，那可太好了，在儋州讨生活，得先孝敬爷爷我，1个月50斤粮食，交不出来，那就把你们的粮食和地全都留下。我们没有粮给你，你走吧。嘴挺硬啊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硬到什么时候。再废话一句，下一棍砸你脑袋。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，儋州可不止我钱老三一个人。别怕，姐在，没人能欺负你。哥，练兵的事要加紧了，不只是防身，还要能打。我明白。大小姐，不好了！慢慢说。钱老三那狗东西，纠聚了岛上10几个地痞流氓，还有一个叫马六的刀疤脸，扬言3天后要血洗苏家，抢光粮食，还说要把咱们的人全掳走。完了完了，咱们才几个人啊，怎么打得过20多号人？上就不该放那孙子走。现在说这个没用，3天，我们只有3天准备。都管逞能，上次非要打人家，这下好了，人家叫了帮手来报仇了。依我看，把粮食交出去一半，给人家赔个不是，兴许还能保条命。对，人家20多号人呢，咱们拿什么打？脑袋不要了。交出去。二婶，你以为交了粮食就完了？今天他要粮食你给，明天他要女人你也给，后天他要你的命，你是不是自己把脖子伸过去？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。苏家从京城退到了这个荒岛，还要往哪儿退？退进坟墓里吗？我来练兵，3天时间，我能让这些人有一战之力。哥练兵，我不防。钱老三想来就让他有来无回。举棍刺，再来，对准要害喉咙眼睛，裆部，用力，
对面那些人可不会跟你客气。记住，你力气不够就用巧劲儿。3个人一组，一个挡，一个刺，一个扫腿，配合起来，一条狗也能咬死狼。苏安，你的棍子是用来戳天的。大哥，我手疼。手疼？3天后钱老三来了，他砍你的时候，你跟他说手疼。去，挖3个陷阱坑，每个深4尺，宽3尺，挖完才许吃饭。3个？4个。这里堆上雷石，他们要是冲过半锁，就从这儿往下砸。大小姐放心，这几块石头砸下去，够他们喝一壶的。姐，我也要帮忙。你有更重要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保护那片田，那是我们全家的命根子。你守在那里，谁都不许靠近，能做到吗？能。婉婉，你真的有把握？没有，但除了赢，我们没有退路。今晚给我往死里打，抢完粮食烧他们的房子。那个姓苏的小娘们儿活的带回来，我要好好伺候她。三哥放心，20多号人收拾几10个流放犯，跟踩蚂蚁一样。慌什么？绕过去，冲！别怕，冲过去就赢了，都给我冲！想砍人，先问问我的棍子同不同意。滚回去告诉所有人，苏家不是软柿子，敢再来，我让你们有来无回。饶命，再也不敢了。把逃不掉的绑起来。这次赢了，但钱老三不会善罢甘休，下次再来，就不是20几个人了。杀了，全杀了，留着过年吗？对，斩草除根，留着是祸害。今天你放了他们，明天他们再叫帮手来，到时候死的就是我们。饶命啊！是钱老三逼我们来的，我们都是穷苦人，求大小姐开恩。杀了他们，那我们和他们有什么区别？我给你们2条路：一，愿意留下的，从今天起就是苏家的人，干活管饭管住，跟所有人一样，按劳分配。2，不愿意留的，现在就走，我不为难你们。但出了这个营地，生死与我无关。大小姐，我愿意留下。趁今天人都在，我把规矩立清楚。从今天起，这个营地有岛规3条：第一，不偷不抢，谁偷谁抢，逐出营地；第二，按劳分配，多干多得，不干不得；第三，服从指挥，进了这个营地就得听号令行事。这3条规矩，人人都得遵守，谁犯了，我不轻饶。婉丫头说的对，
规矩就是规矩，谁都不能例外。老婆子第一个支持。我也服。婉丫头，你比你爹更有大将之风。姐，这些小碎碎是什么？这叫抽穗。再过些日子，穗子就会变沉，弯下腰来，到那时候就能收割了。那我们就能吃米饭了。能。不过我再说一次，第一茬收成，一粒都不许吃，全部留种。谁动一棵秧苗，按偷盗论处。姐，二婶偷东西！小兔崽子，叫什么叫？姐说了，谁都不许动秧苗。二婶，我说的话你是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吗？我就是想提前尝尝鲜，又不是外人。这些种子是嫂嫂拼了命从宫里带出来的，是全家30几口人的命根子。你偷的不是菜，你偷的是所有人的命。苏川，昨晚二婶趁所有人睡着，偷挖了6株秧苗，是苏川发现的。我就拔了几颗苗子尝尝鲜啊，怎么了？在京城的时候，我要什么没有？现在沦落到这种破地方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我拔几颗菜，你就要治我的罪？哭完了，按岛规，偷盗者逐出营地，永不收留。但念你是族人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罚1个月不分口粮，每日劳作加倍。1个月不分口粮，那我吃什么？别人的残羹剩饭，干完活儿能蹭一口是一口，再犯直接逐出，到时候谁都救不了你。大小姐，我娘她不是故意的。你要是不服，可以陪你娘一起受罚。婉丫头做得对，规矩就是规矩，谁犯了都得罚。我苏家能活到今天，靠的就是这些规矩，谁再破坏，老婆子第一个不饶。今天的事我只说一次，规矩面前没有亲疏，只要根还在，就有希望。祖母好烫，姐，祖母发烧了。哥，去煮一碗热汤来。婉婉，太危险了，下来！不修好，明天塌了，谁都别想活。这样修修补补不是长久之计，得想个办法建更好的房子。等雨停了，我们烧砖建瓦房。烧砖？你还会这个？这泥巴有什么特别的？你看，普通沙土一捏就散，留不住形。这种粘土粘性好，杂质少，烧出来的砖又硬又结实。这里的粘土够我们用好几年。走，回去开工。先晾3天，等土坯干抠，再垒窑烧制。火候是关键，火太小烧不透，火太大会裂。大小姐又在瞎折腾，这破泥巴捏吧捏吧能变砖头？我看能变笑话还差不多。3天后你就知道是砖头还是笑话了。哦，开窑。砖头，真的是砖头！姐姐太厉害了！有了砖，我们就能建真正的房子。
不怕风，不怕雨，不怕他。主屋2间给祖母和川弟，朝南通风；侧屋4间按人口分。这边是仓库，存粮食种子；这边留灶台，排水沟提前挖好，山坡的雨水会往下流。不挖沟，一场大雨地基就毁了。你连这都想到了，比大陆不少县城都讲究。别夸了，干吧。老婆子以为这辈子要死在这荒岛上了，没想到还能住上这样的好房子。姐，姐，我们有家了，真正的家。这双手以前在京城连碗都不用洗，喝口热的，1个月了，总算熬过来了。我以前是不是太混账了？知道就好，谁没犯过糊涂？大小姐罚你是立规矩，规矩立住了，大家才能活。这辈子没干过这么重的活儿，可看着房子一点点盖好，心里踏实，是比在京城锦衣玉食还踏实。婉婉，再过1个月，我们就能收第1茬稻子了。第1茬全部留种，明年要把整个山坡都种满。姐，这个穗穗好重啊！种才好，越种说明粮食越多。好香！今天把大家叫来，是有一件大事要宣布。从流放到现在，是谁带咱们找水、种田、建房？是谁打退了山贼？是婉丫头，全是婉丫头。从今往后，苏家大小事务全部由婉丫头做主。婉丫头的话就是规矩，谁不服先问过我这把老骨。愿听大小姐号令！愿听大小姐号令！孙女一定不负所托，带领苏家在这荒岛上扎下根，站起来。爹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的女儿会替你守住这个家。可以收了。姐，这一粒明年能长出1整棵呢，对不对？对，一粒变1颗，一颗变1片。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没觉得粮食这么金贵。辛辛苦苦种出来的，一口都不让吃。这些种子是苏家的命脉，明年开春播种，到时候收成会是今年的10倍。在那之前，谁靠近这道门，我都当贼办。你这画的是什么？梯田，你看这片山，坡度平缓，朝南受光，离水源近，从上往下一层一层开出来，每一层都能蓄水种稻。东面那片平地种菜，北面的洼地挖蓄水池。从山泉到田地之间修一条主水渠，分出支渠灌溉每一层梯田。婉婉，你这是要把整座山都变成良田？不止这一座山，只要有水、有土、有人，这整个岛都能变成粮仓。干！丈八牛！小少爷，这活交给我，你去给大小姐送水。我不是少爷，我是干活的人。大小姐，您弟弟比好多大人都能干。一步一步来，只要不停下，这座荒山终会变成苏家的根基。这段坡度太陡，水流下来会把渠壁冲垮，
用石头在这里垒一道减速坎，让水缓下来，再往下走。皇上，苏少爷，谢谢您救命。在苏家，只要好好干活，就是自己人。自己人之间，不说谢。有了这条水渠，这些梯田就活了。这只是开始，等第二茬稻种播下去，到明年秋天，你会看到整座山都是金色的。来人呐，有人求见。苏大小姐，求您救救我们！赵家上下10几口人已经饿死了5个了，剩下的人撑不过10天了。大小姐，老婆子不要脸了，给您磕头，只求一口饭，一口就行。起来说话。收留你们可以，但有条件。什么条件都答应，大小姐尽管说。3条。第一，服从管理，我说东你不能往西。第二，按劳分配，有手有脚就干活，不养闲人。第三，不许偷懒，不许偷盗，不许内斗，做不到的现在就走，我不勉强。愿听苏大姐号令。老婆子一把年纪了，烧火做饭、洗衣裳都行。赵家老太太。阿牛，带他们去洗干净，分配住处，明天一早开始干活。人多了力量大，但人心也复杂了，所以规矩要更严。人可以越来越多，但规矩只能越来越铁。一个家族太小了，要活下去，就得变成一个村落。人手多了，进度至少快了3倍。照这个速度，入冬前就能把整面山坡全部开垦。哎，你怎么不排队？前头还有人没成呢。我今天干了整整1天的活，凭什么不能先吃？干活的多了，谁不是干了1天？你一个刚来的。算了，你先成吧，下次注意点就是了。二婶，你怎么怂了？这些外来的就是欠教训。闭嘴！大小姐说了，进了这个门就是一家人，你没长耳朵？够了。二婶，按劳分配是我定的规矩，他干了1天活，他有资格先吃。你有意见？你也是。在这个营地里，没有苏家人、赵家人、李家人，只有一起活下去的人。谁再挑起争端，我不管你哪家的，一律按岛规处置。人多了，光靠规矩还不够，得建一套完整的分工规则，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，没工夫内斗。你想怎么做？开会，明天把所有人召集起来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不再是一群各管各的散人，而是一个整体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儿。苏毅负责治安巡逻和军事训练，所有青壮年男子轮流值哨。祖母负责调解纠纷，谁和谁吵架了，先去找祖母评理。阿牛负责养殖，山里的野鸡野雅捉回来养，包在我身上。赵家家主负责带人开荒种田，大小姐放心，绝不务农时。李家老太负责后勤灶台，
所有人的饭你来安排，保证让大家吃饱。最后一条工分制，从今天起，每家每户按人头计工分，干1天活计1分。月底按工分分配粮食物资，多劳多得，少劳少得，不劳不得。我只要多干活，分到的粮食比以前还多。娘，这规则好像咱们也不亏。废话，多干多得，少干少得，这才叫公平，比以前在京城那些弯弯绕绕强多了。娘，你什么时候？闭嘴，好好听着，别给我丢人。规则从今天生效，各就各位，干活去吧。连二婶都没闹，让他觉得不亏，他就不会闹。管人得管人心。从17粒种子到满坡金穗，值了。开脸！婉婉，粗算了一下，收成至少是去年的15倍。留足明年的种子，剩下的分给大家吃。姐，好香。慢慢吃，以后每天都能吃上。老婆子以为这辈子再也吃不上白米饭了。不要全抓，挑健康的母鸡和公鸡留种，其余放掉。杀鸡取鹅的事咱们不干。大小姐，逮着了！这母鸡屁股圆滚滚的，肯定能下蛋。好，再去溪边看看，上次我看到有几只野鸭。吃吧吃吧，吃饱了好下蛋。记住几件事：早晚各喂1次，水池每天换干净水，鸡舍的草垫3天换1次，保持干燥，不然鸡会生病。早晚喂食，每天换水，3天换草。姐，我记住了。那从今天起，这就是你的活儿，干得好，多记工分。姐放心。姐，小鸡出来了，好多小鸡，还有小鸭，快来看呀！等它们长大，我们就有鸡蛋吃，有鸡肉吃了。小鸡，你快长大。粮食有了，肉和蛋也快了，下一步，但越来越富裕，就越容易被人盯上，必须未雨绸缪。大哥，苏家那帮流放犯现在肥得流油，粮食堆成山，鸡鸭成群，还建了砖瓦房。咱们只要打过去，吃喝一辈子都不愁。上次不是被人家打得屁滚尿流吗？上次我才带了20几个人，大哥您手下50多号兄弟，全是刀口舔血的狠人。收拾几十个种地的庄稼汉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？行，明天动手。大小姐，钱老三搭上了黑蛇帮，50多号人带着砍刀长矛，明天就杀过来。50多人，比上次多了1倍。而且黑蛇帮不是普通地痞，都是亡命徒。来得正好。上次是赶走他们，这次我要让他们永远不敢再来。你有什么打算？连夜布防，这次的阵势要比上次大3倍。所有青少年到广场集合。第1道防线，必经之路上挖陷阱坑，加深到6尺，坑底插满削尖的竹签，上面覆盖枯枝浮土。第2道防线，半索改成带刺藤条，人踩上去不光摔倒，腿还会被伤。第3道防线，制高点设伏，滚石老木，瞄准这条路的正中，他们只要冲过来，就从上面砸下去。雷石我让人搬了30块，
迷眼的粉末做了20罐，够不够？够了。婉婉，有你管后勤，我踏实。砸出去的时候对准人脸，粉末进了眼睛，他们至少半炷香看不见东西。大小姐，让我去引他们进埋伏圈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万一跑不掉，大小姐收留了我，给我饭吃，给我住处，把我当人看。以前我在钱老三手底下做牛做马，连条狗都不如。这条命本来就是大小姐给的，用来还值。引进来就撤，不要恋战。活着回来才是真本事。得令。来吧。大哥，翻过前面那个坡就是他们的营地，这个时辰都睡了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弟兄们，冲进去杀光男人，粮食、女人都是咱的。有人，来人了，快跑啊！是他们的人，追，别让他跑了！有陷阱，散开，绕过去！大哥，中埋伏了！放！杀！钱三哥，咱们又见面了。苏大小姐饶命！我们不知道你这么厉害，再也不敢了。饶你可以，但从今往后黑蛇帮归顺苏家，能不能做到？做得到，做得到。那就留在这儿吧。从今往后为大小姐马首是瞻。把他们全带回去。钱老三，你的罪状我一条一条说。第一，苏家出道半周，你带人勒索，威胁抢夺粮食。第二，被打退后纠集马六等人夜袭苏家营地。第三，勾结黑蛇帮再次袭击，若非事先防备，今天跪在这里的就是我们。杀你太便宜你了。从今往后，钱老三在村中劳作赎罪，干最脏最累的活儿，掏粪、清沟、搬石头，口粮与劳动挂钩，干多少活儿，吃多少饭。什么时候真心悔改，什么时候恢复自由。在那之前，你欠的债，用汗水一点一点还。饶命啊！我再也不敢了。这就是与苏家为敌的下场。还有谁想试试？大小姐，您说怎么办，我们就怎么办。愿听大小姐号令。散了吧，明天该干活干活。你今天让所有人都服了，服了才能活。苏大小姐，从今往后，我黑蛇帮52号弟兄全部归入苏家。大小姐往东，我们绝不往西。刀不要了，你也不叫黑蛇帮主了。从今天起，你叫阿蛇，是苏家村落联盟的人，不是什么帮派。是，阿蛇听大小姐的。黑蛇帮收编后，我们的人口已经突破了200。苏家、赵家、李家、阿蛇他们来自不同地方，但从今天起，我们是一个整体。我宣布成立儋州村落联盟，统一居住，统一耕作，统一分工，共同抵御外敌。我任盟主，苏毅任副盟主，负责治安和练兵。各家推举代表参与议事，有什么问题摆到台面上说，不许私下乱来。我赵家愿听盟主号令。我也愿听。弟兄们，听盟主的。从今天起，这个岛上的所有人都是一家人。现在人多了，不能再乱挤在一起。
从今天起，整个村落重新规划。南面居住区按家庭分配房屋，统一建砖瓦房，每户之间留出通道。东面农耕区，梯田和菜地；西面养殖区，鸡舍鸭棚远离居住区，免得臭味熏人。北面仓储区和晾晒场，靠近城墙，方便看守。这是什么？主街，从村口一直通到广场，2丈宽，两侧种上树，以后所有人进出、交易、集会都走这条路。你这规划比大陆不少县城都讲究，还有公共水井、公共茅厕、排水沟，全都要按规矩修。人多了不注意卫生，瘟疫一来，比刀子还厉害。以前当土匪搬的都是别人的东西，现在搬的是自己家的砖，感觉就是不一样。这还是荒岛，简直比我老家的镇子还像样。雏形有了，但还不够。要让这个村落真正安全，需要粮食储备。苏婉，今年收成好，粮食比去年多了10倍，仓库都快放不下了。放在地面上不行，虫蛀、受潮、走水，一场天灾就能全毁。必须建地下储持粮窖。地窖，你打算挖多大？3个窖，每个长3丈，宽2丈，深1丈。窖壁用石灰和草木灰抹平，防潮防虫。2年够用了吧？不够，我要储够5年的粮食。天灾、兵祸、瘟疫，哪一样来了都能要命。手里有5年的粮食，就算老天爷变脸，我们也不怕。那就挖。姐，这底下好大啊，装了好多好多粮食。这些粮食是我们的底气，有了它们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能撑过去。婉婉，有了这些粮食，我终于觉得我们不会再饿死了。下一步我们得和外面的世界接上线。什么意思？光有粮食不够，铁器、布匹、药材、新种子这些东西岛上产不出来，必须从外面换。来了！这破地方能找到淡水就不错了。这是儋州，流放之地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村子？什么人？这位壮士，在下王福祥，做海运生意的，遭了风暴，船坏了，想靠岸修整修整，讨口淡水和吃的，绝无恶意。你想要淡水和食物？是，姑娘行行好。可以，但不白给，用你船上的东西来换。姑娘想换什么？铁器、布匹、药材、种子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这些我船上倒是有一些，但你们拿什么换？跟我来。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种的、养的？对，荒岛上什么都没有，全是我们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。了不起，在下走南闯北20年，从没见过在流放地能做出这等功业的。王掌柜，东西你看到了，现在谈交易，300斤粮食换你10把铁锄。行。200斤干菜换你5匹粗布。也行。再加100斤草药换你1箱药材，外加1袋新菜种。药材可以，但菜种的事，姑娘，种子在哪儿都金贵。王掌柜，你的船坏了，修船的木料我可以免费提供，你在我这儿吃住不收钱。回去之后，你拿着我们的粮食转手一卖，赚多少你心里清楚。1袋菜种不过是你的9牛1毛。姑娘好口才，好眼光，行，1袋菜种在下认了。
婉婉，这笔买卖太划算了。这只是开始，打通了这条线，以后我们就不是孤岛了。这个姑娘不简单，这生意值得常做。大小姐，您看这把铁挠比石锄锋利10倍，翻地深1倍。以前用石头锄翻1亩地要2天，用这个半天就够了。好，铁锄、铁铲、铁镰刀，先打这3样，优先供应开荒。大小姐，有了这些家伙，谁还敢来犯我们？这是农具，不是兵器，它是用来建设的，不是用来打架的。有了铁器，什么都不一样了。铁器只是第一步，将来我们还需要更好的种子，更多的技术，更广的贸易，路还长。来者何人？哟，好大的排场！本官是儋州巡检司的张大人，例行巡视。哼，怎么不欢迎？张大人远道而来，辛苦了，请进村喝杯茶。苏家流放犯出身吧？正是。流放犯私自开垦荒地，聚集流民，修建房屋城寨，按律这可是大罪啊！轻则加刑，重则满门抄斩。满门抄斩！张大人，我们开荒种地，自给自足，没有违反任何律法。朝廷流放的旨意是永世不得返京，并未禁止流放者开荒求生。律法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苏大小姐这么聪明的人，应该懂这个道理吧？想要太平，每个月孝敬本官50担粮食，本官就当什么都没看见。张大人，容我考虑一夜，明天给您答复。识时务者为俊杰嘛。苏大小姐是聪明人，别让本官失望。50担，他怎么不去抢？他就是在抢，不过他抢错人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先让他以为赢了，然后让他再也赢不了。真给他？先给，让他放松警惕。阿蛇，从今天起，你带2个人暗中跟踪张大人。他见了谁，去了哪儿，说了什么，我都要知道。大小姐放心，我以前就是干这行的。记住，只看只听，不许打草惊蛇。明白。苏大小姐果然是聪明人，下个月本官再来收。苏家那个丫头片子还以为自己多能耐，到头来不还得乖乖交粮？大人英明，这些流放犯的财产咱们吃干抹净，上面也不会知道。何止苏家，岛上那几家流放犯，每家每月交30担，嘿嘿，加上苏家的50担，嘿嘿，本官这趟差事肥得很。大人高！他不光吃咱们，岛上其他流放犯他也吃，每家30担，加上咱们的50担。他一个月收上百斗粮食中饱私囊，上面一粒都没报。贪墨流放犯的财产不上报朝廷，张大人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有了这些证据就够了吗？他背后万一有人撑腰……我不是要和他硬碰硬，我是要让他自己把脖子伸过来。
朝廷有一条律法，流放者开荒有功，可申请减刑，甚至赦免。哥，帮我写一封文书。写什么？写儋州流放苏氏一族，抵丹以来，开荒造田300余亩，修渠云水，烧砖筑屋，收编流民200余口，使荒岛初具阵貌。恳请朝廷核查开荒功绩，酌情减刑。这文书真递上去？不递，让张大人以为我要递就够了。这文书要是递上去，朝廷派人来查，张大人贪墨的事就全漏了。所以他会比我们更紧张。让阿蛇把消息放出去，不用太刻意，只要让张大人身边的人知道，苏家再写一封上报朝廷的文书就行。苏大小姐，听说您在写什么文书？张大人消息到灵通。大小姐，那个之前的事儿，是本官眼拙不识泰山，那50道粮食的事儿，就当本官没说过，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张大人既然知错之前的孝敬，自然免了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条件。大小姐尽管说。以后儋州的官府文书，经我过目再发。张大人，这是保你的条件，由我替你把着关，你的那些事就不会被写进文书里，你说呢？好，都听大小姐的。送客。不费一兵一卒，就把官府的文书全拿到了手里。拳头打不过的人，就用脑子对付。苏大小姐，王某人又来了，这次可是专程来做生意的。东西不错，比上次齐全。上次回去以后，大小姐的粮食和干菜在港口一转手就被抢光了，好东西不愁卖呀。这次我特意多备了货，就盼着跟大小姐长久合作。长期合作可以，我的条件每3个月你的商船来一次，苏家提供粮食、干菜、草药，你提供铁器、布匹、药材和种子，价格按今天定的标准，3年不变。3年不变，那万一物价涨了？涨了你也不亏，因为我的粮场品质只会越来越好，量只会越来越大，你在别处找不到第2家。行，就照大小姐说的办。王掌柜，还有一件事想托你帮忙。大小姐请讲。帮我打听一个人的消息，昭华公主，她现在怎么样了？这公主的事，在下一个小商人。我不是让你进宫打听，京城坊间总有消息，宫里传出来的风声，多少也能听到一些。好，我尽力。多谢。大小姐，公主的消息打听到了，昭华公主被软禁在宫中冷宫偏殿，日子过得很苦。孩子生下来就被抱走了，交给别的妃嫔抚养，母子不得相见。她为了给我们送种子，冒了那么大的险，到头来落到这个下场，是我害了她。哥，不是你的错，是那些诬陷我们的人害的。婉婉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？好好活着，好好发展，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。什么时机？为苏家平反的时机，让嫂嫂和孩子重获自由的时机。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去，带着证据回去，让那些害苏家的人血债血偿。
好，我等着那一天。苏家一群流放犯，如今风头竟盖过我刘家，真是岂有此理！爹，要不给他们添点堵？谁干的？这是谁干的缺德事儿？我非打死他不可！肯定是外面那些人干的！我早说了，不该收留那么多人，引狼入室。算了。二婶闭嘴！来人，跟我去刘家走一趟。苏大小姐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刘家主，我的田地昨晚被人毁了，秧苗采烂，水渠堵死。你知道是谁干的吗？大小姐，您这是血口喷人啊！我们刘家世代书香门第，怎么可能做这种下三滥的事儿？让你家子弟都出来。这叫。把鞋脱了。什么？脱。刘家主，这是你家田里的泥，还是我家田里的泥？昨晚你去了我家的田地，踩烂秧苗，堵塞水渠，证据在你脚底板上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刘家主，给你1天时间，明天主动来赔罪，否则……苏大小姐是犬子不懂事，做了糊涂事。刘某代他向苏家赔罪。大小姐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毁您的田。赔罪光磕头可不够，被毁的那片梯田，300株秧苗，2条尾渠，是全村人半个月的心血。赔偿100道粮食，10个劳力，替我们干1个月的活。100道，1粒都不能少。或者你可以选择不赔，不赔的话，我按岛规办破坏农田者，逐出联盟。你刘家拖家带口，在这岛上没有联盟的庇护，冬天怎么过，你自己掂量。赔，刘家赔。今天的事，所有人都看到了，在这个岛上，谁的田地都是命根子，谁敢破坏，不管你姓什么，来自哪里，下场就是刘家的前车之鉴。再有下次，我不会再给赔罪的机会。以后可千万别惹苏大小姐，这个人软的硬的全来。啊，这是给孩子们读书的地方。祖母，你以前在京城教过族中小辈读书识字，现在村里20多个孩子，一个字都不认识。我想请您当先生。老婆子还能教书？祖母，您是苏家最有学问的人，这些孩子将来都是这个村落的栋梁，您教给他们的每一个字，都会长成参天大树。好，老婆子教。今天第1堂课，跟老师念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再来，声音大一点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苏有万间还各。在京城的时候，觉得读书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到了这儿才知道，能坐下来安安静静念一句书，都是奢侈。所以更不能丢，知识才是最大的财富。这些孩子将来都是苏家的希望。苏碗和蒸饭。以前这些人在田里干活总是落后，不是他们偷懒，是不擅长种田。人各有所长，擅长手工的就做手工，
比逼他们种地强10倍。这竹筐编得好啊，花纹精巧，结实耐用，拿到大路上去，城里的贵夫人们抢着要。掌柜的过奖了，不过是编着玩的。苏大小姐，这个竹筐我要了，不，我全要了，有多少要多少，价格好商量。巧娘，听到没？你的手艺值钱。大小姐，以前在京城，人家都说我就是个粗使丫鬟的命，没想到我也能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，找到它，发挥它，就能活得更好。不能只靠粮食，手工品、贸易品这些，才是让村落从活着变成活得好的关键。又来了一批，今天已经是第3批了。叫什么？从哪儿来？会干什么？小人叫赵大壮，逃荒来的，会种地，会打石头，什么苦活累活都能干。留下，去阿牛那里报道，明天开始分配活计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叫什么？会什么？小人什么都会，做饭、打猎、赌，打杂。手伸出来。走吧，我们这儿不养闲人。今天统计了一下，全村人口已经突破500了。婉婉，照这样发展下去，我们这里比内陆很多县城都繁华了。这里再好，也不是终点。真正的战场在京城。大小姐，这封信是一个自称故人的人托我转交的，他说你看了就明白。时机将至，请做好准备。这封信，写信的人说自己亲手正办，那他是太师府的人，或者曾经是。这只是官府用的上等宣纸，市面上买不到。墨是松烟墨，只有京城几家大户用得起。能用这种纸墨写信的人，身份不低，署名顾、故人、故旧、故交。他不敢写真名，但想让我们知道他和苏家有救。不知道是谁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我们不是孤身作战。刘文正。老天有眼，苏家的冤屈终于有洗清的一天了。京城，我们要回来了。今天叫你们来，只有一件事：苏家要平反。密信的消息我已经核实过了，当年陷害苏家的人是当朝太师刘文正，他伪造通敌书身嫁祸我父亲，致苏家满门流放，证据就在太师府密室。3步走，第1步搜集外围证据。当年北境之战，粮草调令，军报往来，阵亡将士名册，这些东西不可能全被销毁，一定有漏网之鱼。王掌柜跑南闯北，认识的人多，让他帮忙在外面找。第2步，联络京城内应，写这封信的人是谁，我们还不知道，但他能拿到太师府的情报，说明他位置不低，必须找到他，确认身份，建立联络线。
第3步回京，带着铁证，直接面圣，一击毙命。大小姐，回京城，咱们是流放犯，私自离岛可是死罪啊！所以要等一个合法回去的机会。朝廷有流放者立功赦免的先例，只要我们的功绩够大，名声够响，就有可能获得赦免之意。我们在儋州做的一切，开荒、建镇、收编流民，都是筹码。只要让朝廷知道我们的存在，就有可能争取到这个机会。从今天起，所有人各司其职。阿蛇继续跟踪张大人，同时监控岛上所有外来人员。阿牛加强防御训练，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。哥，你负责练兵。从今天起，不是防守训练，是实战训练。将来回京的路上不会太平，人保的血雨腥风。明白。这是儋州开荒济世。我们到半州后做的每一件事，从第1粒种子到500人的城镇，全都写在上面了。大小姐，您这是想……王掌柜，你走南闯北，认识的人遍布各大港口城镇，帮我一个忙，把这卷竹简的内容传出去。茶馆、酒楼、商帮驿站，让人们知道儋州有一群流放犯把荒岛变成了粮仓。大小姐，你是想让朝廷听到这个消息？消息传得够广，朝廷自然会听到。在下明白了，放心，我某人的嘴该说的时候比谁都响。列位看官，今儿个说一桩新鲜事儿。话说那儋州荒岛之上有一群被流放的犯人，别人流放是等死，人家流放是种田，开荒修渠，硬是把一座荒岛变成了世外桃源。当真？流放犯还能翻出花来？千真万确。听说领头的是个姑娘家，20岁不到，一个人带着全族人从无到有。太师，北京急报，苏家。你说什么？苏家？是，儋州苏氏一族近来名声大噪，坊间传闻他们在流放地开荒建镇，成绩斐然。京城茶楼已经有说书人在讲这个故事了。苏家还没死透，去查清楚是谁在传这个消息。叫什么？从哪儿来？小人叫孙二，琼州来的。听说苏家村落招人，想来讨口饭吃。会种地，会木工，什么活都行。兄弟，半夜不睡觉来地窖干嘛？想偷粮食。孙二，不对，你不叫孙二。种地的人手上不长这种茧。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绑起来，关进石屋。不急，总有开口的时候。3天了，你不说话，我也不问。但你应该想清楚了，在这个岛上，你的主子救不了你。你是太师刘文正派来的，不用否认，你手上的茧是握刀的骨。你半夜去地窖不是偷粮食，你是来刺探我们的底细。能把人安插到儋州这种地方的人，朝廷里不超过3个。而其中最想知道苏家近况的，只有刘文正。你不说也行，反正你回不去了。刘文正的人失踪了就是死了，他不会来救你，也不会为你多看一眼。你对他来说就是一颗用完就扔的棋子。吃口热饭，想通了跟我说实话，想不通继续饿着。
等等，是太师派我来的，他让我查清苏家的人数、兵力、粮食储备，还有没有在搜集当年的证据。他怕了。太师很紧张，京城里传出的消息让他坐不住了。他说，绝不能让苏家翻身。那他打算怎么做？如果苏家真的在搜集证据，太师会上奏朝廷，给你们加罪，把流放改成满门抄斩。吃吧，加罪，满门抄斩。刘文正，你比我想象的更狠，那我只能比你更快。刘文正已经在动了，他派暗探来摸底，接下来一定会有更大的动作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加速计划，可证据还没有搜集齐，所以要兵分两路。阿蛇，你跟王掌柜的下一班船离开儋州，秘密前往京城。到了京城后，设法联络写密信的故人，他在信里留了一个暗号顾字，在京城用这个字去试探，能接上暗号的人就是我们的内应。大小姐放心，我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，找人这事儿我在行。记住，绝对不能暴露身份。你不是苏家人，是普通商人的伙计。刘文正的眼线遍布京城，一旦被发现，不光你死，我们全部完。明白，死也不会说出一个字。快，再快！敌人不会等你准备好。你有两条路，第一，留在这里做苦力，一辈子出不去；第二，回去复命。你回去告诉刘文正，苏家不过是一群种田的流放犯，没有兵，没有证据，翻不出浪花，让他放心。你要我当双面人？你替我传假消息，我保你一条命。等苏家平反之后，你可以选择留下，或者离开。但如果你反水，这个岛上多的是让人消失的地方。我替太师卖了10年命。有一回我受了伤，躲在柴房里发烧，太师路过，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死了就换一个。”我干！3天后你逃跑回去，路线我给你安排好。里面有银两和干粮，够你在京城活动3个月。每个月通过王掌柜的商路传一次消息回来，暗号是故人安好，代表一切顺利；故人报休，代表遇到麻烦。大小姐放心，阿蛇在刀尖上混了半辈子，京城再险也不过是换个地方卖命。不一样的是，这次是为值得的人卖命。活着回来，一定。禀太师，苏家不过是一帮种地的流放犯，虽然人多了些，但没有兵器，没有军备，更没有搜集任何证据的迹象。那个苏婉整天忙着种田修路，根本没有回京的心思。哼，一群种田的泥腿子。太师，既然如此，是否可以暂且放下？放下？苏家的血脉还在，就不能放下。不过不急，等过了今年的春闱，老夫的人全部安排进各部之后，再收拾他们也不迟。暗探走了2天了，应该已经上了大陆的商路。假消息足够让刘文长放松几个月，这几个月就是我们的窗口期。阿蛇那边，
1个月后才能收到第1封消息。在那之前，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变得更强。刘文正，你以为苏家只会种田，那就让你继续这么想为，直到我站在你面前的那一天。客官是外地来的，跟着东家做买卖，在京城人生地不熟，想找个故人叙叙旧。客官找的故人是哪个故？故旧的故，故而之心。后院亥时一个人来。苏家派来的，你是写信的人？苏婉他收到信后说了什么？他说我们不是孤身作战。没错，你们不是。我叫顾怀安，曾经是太师府的幕僚。太师府的人，当年北境之战，粮草调令的文书是我经手抄立的。太师说是例行调整，我信了。后来30万将士的死讯传回京城，我才知道，我抄的那道军令是杀人的刀。太师命人销毁底稿，我偷偷留了一份副本。这些年我隐姓埋名，不敢回家，不敢见故人，就等着一个翻案的机会。苏家的人能原谅我吗？这个问题，你得当面问我家大小姐。副本在哪儿？在我手上，但光有副本不够，原件还在太师府密室。密室在太师府后花园假山下，只有太师和他的心腹知道入口。把这个交给苏婉，告诉他机会只有一次。取出原件，加上我手中的副本，再加上当年北境将士的阵亡名册，3份铁证合在一起，就算是皇帝也无法包庇刘文正。顾先生，你为什么帮苏家？因为当年那30万将士的血，有一滴是我经手沾上的。我替太师抄了那道假军令，我以为只是调个粮草，结果30万人全死了。阿舍的消息，安好，故人安好。密室在假山下，这个位置隐蔽得很，要进太师府本身就难如登天，更别说潜入后花园了。所以不能硬闯，必须有合法进入太师府的理由。什么理由？等赦免旨意下来，以苏家名义回京面圣，太师一定会设宴试探，那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赦免旨意还没有交落，会有的。我们的名声已经传到了京城，只差最后一把火。你是威远将军的儿子？老伯，我父亲是被人冤枉的，当年的通敌书信是伪造的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我就知道威远将军不是叛徒。当年粮草迟迟不到，我们整整饿了7才上的战场。那么多弟兄，活活饿死在阵前。这是当年的阵亡名册，战后有人要烧掉，我偷偷藏了一本，上面每一个名字都是我的弟兄。30万将士。顾先生手中有粮草调令副本，我们有阵亡名册。最后一块拼图，太师府密室里的原件，3份铁证齐全之日，就是苏家翻案之时。圣旨到，儋州苏氏族人苏婉、苏毅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儋州流放苏氏一族，于荒芜之地开垦良田数百亩，建镇安民，收编流民逾500口，划不毛之地为鱼米之泉，公鸡啄树，特赐嘉奖，准许苏氏族中代表2人入京述职。钦此。
去了！苍天有眼啊！苏家有望了。赦免旨意下来了，回京述职，这就是我们的机会。不对，这道旨意来得太巧了。我们传出消息才几个月，朝廷就发来嘉奖。你是说这是刘文正推动的？他想把我们引到京城，在儋州他鞭长莫及。回了京城，那就是他的地盘。半路截杀，入京下套，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。那怎么办？不去了？去，必须去。他越急着动手，越说明他怕了。怕了的人会更狠，所以我们要比他更快。我和苏毅走后，村子的一切事务由阿牛统管。赵家家主负责农事，李家老太负责后勤，巡逻不能停，工分不能乱。地窖的钥匙交给你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开窖。大小姐放心，有我在一天，村子就不会乱一天。等盟主凯旋。大小姐一路平安。婉婉，老婆子这把骨头，怕是等不到你回来了。祖母，听我说完，苏家的冤屈你扛得起，这一点老婆子从来没有怀疑过。这是你父亲留下来的足印，当年抄家的时候，老婆子把它缝在棉袄里带了出来，见到皇帝出示足印，皇帝见了就会知道苏家没有叛国。因为这枚足印的背面刻的是太祖亲赐的“世代忠良”4个字。祖母，等我回来，一定等我回来。好，老婆子等。姐，你别去，你去了谁保护我？川儿，姐去打一个大坏蛋，打完了就回来。你保证？保证。恭送盟主一路平安，凯旋归来。幸好只有5个人，再多几个。这只是试探，刘文正不会只派这点人。谁派你来的？黑鹰卫，这是太师府的私兵暗号。果然是刘文正，圣旨是诱饵，半路结痂才是他真正的招数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还去京城吗？去。他越想杀我，越说明他怕了。怕了的人才会犯错。把他们关进底仓，活得比死的值钱。到了京城，这些人就是刘文正派人行刺的人证。3年了。王掌柜，刺客关在底仓，你的人看好。大小姐放心，跑不了。我们先进城。大小姐，京城现在的局势，刘文正表面稳如泰山，但暗地里已经开始调动人手了。他在朝中安插了7个亲信，吏部、刑部、兵部都有他的人。顾先生那边呢？顾先生说一切就绪，他手中的副本随时可以交出来，但原件必须从太师府密室取出，这一步只能你们亲自来。太师府守卫森严，怎么进？顾先生说了，3天后
太师要办60大寿的寿宴，京城大小官员都会到场，人多嘈杂，是唯一的机会。寿宴，他大摆寿宴，高朋满座，那就让我去给他添一份寿礼。阿蛇，帮我弄2套官府请帖。刘文正，3年了，我站在你家门口了。就是他们，威远将军的后人，在荒岛上种田翻身的那一家。哎呀，苏家的后人到了，来，快请入座。这就是苏婉苏大小姐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，在儋州的事迹，老夫可是如雷贯耳啊。太师过誉了，不过是种田糊口，哪里当得起太师的夸赞？苏大小姐，听说你在儋州建了好大一个城镇，500多人，了不起。不过老夫好奇，一个流放之身，哪来这么大的本事和底气？太师问得好，底气嘛，饿过肚子的人最多，饿得狠了，就什么都敢干了。倒是太师在京城锦衣玉食，怕是不知道饿肚子的滋味吧？说得好，说得好，来，满饮此杯。太师，在下敬您一杯。在下虽是武人，但也听过太师3杯不倒的美名。今日有幸一见，好，痛快！来，满上。劳驾。啊，我认得路，不用送了。是。大小姐，巡逻的刚过去，下一轮还有半炷香的时间。你在外面守着，有人来。字迹工整，太工整了，完全没有战场上仓促书写的潦草痕迹。30万将士的命，苏家的冤屈，全在这几张纸上。大小姐，刚才石板突然动了，我没拦住。拿到了，走，快走！有人看到了。大人，要事密报。诸位，老夫年事已高，不胜久立，今日寿宴就到这里吧。苏大小姐，老夫已经让人备好了驿馆，就当是一点心意。多谢太师盛情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封锁城门，所有进出京城的通道一个不留。太师，这是要……密室被动过了，那个苏家丫头拿走了东西。太师，苏家人怎么可能知道密室的位置？查府里所有人，近3年离府的告假的，一个不漏的查。太师的意思是内鬼？密室的位置只有老夫和3个心腹知道。苏家一个流放犯怎么可能找到？一定是有人把消息递了出去。 3个知情人，赵管家去年病故，王长贼一直在府中，还有一个顾怀安，5年前不辞而别的顾怀安，老夫当年就该杀了他！传令下去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苏家的丫头比他老子还难缠。外面至少20个人在盯着，城门也封了。今天傍晚开始，进出京城的人全部被盘查。 9道城门全部加岗，通往皇宫的主路也增派了禁军。刘文正反应太快了。突围！趁包围圈还没合拢，我杀出一条路，你们走暗道。没用，杀出去也进不了皇宫。刘文正在禁军里有眼线，硬闯只会给他图谋造反的口实。那怎么办？坐以待毙。
明天我去宫门口击登文谷。登文谷？你要当街鸣冤？大禁律法，凡有冤屈者，可于午门外登文谷，直达天听。禁军不得阻拦，百官不得干预，皇帝必须亲自接见。刘文正能封城门、堵道路，但他封不了登文谷，那是太祖定下的规矩。动登文谷就是动国本，他不敢。可是大小姐，姬登文部如果败诉，是要被杖刑处死的。所以我不能败。苏大小姐，太师有令，请您留在驿馆。让开！那是谁？大清早的往午门去，是不是要击登文谷？来者何人？因何击鼓？儋州流放苏氏后人苏婉，为苏家37口满门冤案，为北境30万阵亡将士击鼓鸣冤，请皇上亲审。苏婉，你击登文谷鸣冤，有何冤屈？从头说来。陛下，臣女痴妇苏怀阮3年前被以通敌叛国之罪满门流放，臣女今日呈上3份铁证，证明此案为当朝太师刘文正蓄意构陷。陛下，苏家罪证确凿，此女不过是心怀怨恨，血口喷人。丞相来。第1份，太师府密室取出的通敌信原件。笔壁工整匀恨，不是战场急书，是有人刻意伪造，请陛下跳阅当年亲笔军报做对比。第2份是粮草调令副本，当年粮草被故意拖延7日，这份副本经手人前幕僚顾怀安就在殿外。臣愿意向上人头担保，当年拖延粮草的命令是太师亲口下达，臣亲手抄录。陛下，当年粮草断了7天，30万弟兄饿着肚子上的战场啊！这本名字上的每一个名字，都是老朽亲眼看着死去的跑友。此人是太师府叛逃的罪人，他的证词不足为凭。30万将士的名字白纸黑字，陛下，是谁断了他们的粮？一派胡言！这些所谓的证据都是伪造。陛下，请看此物，这是太祖亲赐苏家的足印，世代忠良。这样的家族会通敌叛国吗？陛下，臣女还有最后证据，太师派黑鹰卫行刺，5名刺客已被生擒在午门外。若非心虚至极，太师何须杀人灭口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出大戏！你说密信是伪造的，可有真迹对照？空口无凭，谁不会说？哼！太师说的对，太师面真迹对照最有说服力。陛下，臣女斗胆，请太师当堂默写一份军中调令。老夫堂堂太师，岂能受一个流放犯的摆布？陛下，臣女的父亲是武将，武将写军令，笔法粗犷，行文急促，常有涂改和军中例文，这是沙场养出来的习惯，文臣模仿不来。而这封密信，字迹端正工整，行文考究，通篇无一处涂改。这不是武将的手笔，这是文臣的手笔。刘文正，朕让你写，你写不写？老臣自然写的，不过是一份军令罢了。太师，您在犹豫什么？是怕写出来的字迹和那封通敌密信一模一样？苏婉，你一个流放犯，一个种田的丫头，竟3年前，你用一封假信害死了我的父亲，害死了30万将士。
今天你连一支笔都不敢拿，因为你知道，你一落笔，全天下都会看到真相。太师，3年前你问我父亲还有什么话说，今天我也问你同一句话，太师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刘文正，朕再问你一次，北境之战粮草调令是谁下的？陛下，老臣冤枉，这些证据全是伪造，勾结逆贼，诬陷忠良。够了！传旨三司会审，彻查北境一案，刘文正即刻革职，收押天牢。拿下！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我是太师，我为大晋效力40年。苏婉，平身。苏家的冤屈是朕的过失，朕即日下旨恢复威远将军苏海远一切爵位荣勋，追封忠烈，苏家流放之罪全部撤销。苏家后人回京，令昭华公主幽禁之事一并撤销。公主与皇子即刻迁回公主府，与驸马团聚。臣叩谢陛下隆恩。臣女替父亲谢陛下隆恩。世代忠良，朕差点辜负了这4个字。父亲，女儿做到了，苏家的冤屈洗清了。